如果给你一颗苹果，你会把它定价在多少钱呢？那如果这是一颗美国 Apple 公司出的限量版 VIP 商品，那你认为它又值多少钱呢？嗨，我是 Judy， 我是一名人生导师，透过我多样化的人生经验，帮助那些对人生感到迷惘的人们找到属于他们的完美人生。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任何可以改变你人生的内容。这支影片会从定价策略去协助你发现对金钱还有价值的一些限制性信念，并且在影片的最后会教你如何提升自我的价值。啾啾溜溜不滑倒，带你体验人生不滑倒。之前的课堂上，我会让学生们针对财富这个方向写下他们自己的人生目标。那通常在写下这个目标的时候呢，我们脑袋中就会出现一些怀疑的想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觉察到，这些都是我们被编辑的一些限制性的信念。举些例子让大家了解一下常见的一些金钱的限制性信念。当你在写下目标的时候呢，比如说下个月我要赚到台币100万，你在写下这个愿望的时候，突然会发现你的脑袋他说怎么可能下一个月就可以赚100万吗？当有这个信念跳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觉察到，然后我们要去深入了解这个问题点在哪里。那通常会有这种想法出现的话，它的限制性信念是什么呢？其实这社会中每个人都对金钱有非常多的限制性信念，常见的有这几种。第一个是认为自己不值得，觉得自己没有自信。对于自己设下的这个金钱目标来说，他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去实现这件事情，他觉得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第二个也是蛮多人会有的，就是认为赚钱跟金钱这件事情是邪恶的，是不好的。这个东西其实很有趣的，会根深蒂固在还蛮多人的脑袋里面。好像有东西跟金钱有关系的话，就会变成是不好的信念。比如说，如果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有爱心的人，他可能平常都爱提供一些备用餐，然后都免费的去布施一些食物，但是突然有一天，如果他开始收费的话，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肯定会有很多人开始有很多不同的负面声音，像是你做慈善怎么可以收钱？或者是你收钱你是为了赚钱吧？怎么可能会就是为了做慈善？如果你够善良的话，你就应该要免费啊，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常常在社会上看到这些问题？所以很多人根深蒂固的想法，对于这个潜意识上对赚钱这件事情是感到罪恶的。那这个限制性信念就会限制你去追求更多属于你的财富。这位学生是自己在贩售一些东西，那当我们提到这些金钱的负面性信念的时候呢，他就有询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他的业界之中呢，普遍的利润会抓在大概10% 左右，所以他问我，老师，那我们的价值，我想要赚更多钱，那可是这个业界就是固定都是10% 的这个利润值在啊，那我要怎么去定价呢？针对这个问题呢，第一个我会先从定价策略的方向去回答他，第二个我会再从定价策略带回到自我价值的部分。我就询问他，那业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只有卖10% 的这个利润吗？他回答不是。其实定价策略呢，它是行销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学问，它其实跟心理学也有关系。我要举一个例子给这位学生，其实定价策略有很多种，是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角度去理解问题所在。那我有给学生建议，其实基本上他卖的东西呢，很多人在定价策略的时候，如果全部的商品都是一样的利润的话，那就是一个比较懒惰的方法。那其实呢，在比较大的一些公司或者在行销的操作上面，其实每一个商品它的利润都会不一样。其实在行销学上有很大的角度跟面向需要去考虑。以服装产业来举例好了，像是基本款的一些商品，就是像是素色的 T 恤啊，或者是一般百搭的背心，这种基本款我们就会利润抓得比较低，因为比较低的利润呢，让这些产品去跟市场做竞争。然后这个低利润的部分呢，因为它有一个优惠在，也会让消费者们比较容易入手
去成为你的第一个顾客。这个叫做吸客用的，像一些比较特别的设计款的话，我们的利润就会抓得比较高。那你要透过去了解你的消费者族群，你的 TA 是什么样子的，去了解他们需要什么东西，跟了解他们的习惯，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个定价策略。所以说定价策略不会是只有单一性的，所以定价策略呢，底层逻辑还是第一个要先了解你的对象，然后第二个再针对对象的需求去给予他需要的价值。所以总归来说呢，一个核心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去提供这个有需求的价值。那关于商品的定价的部分，我们怎么会说它跟自我价值有关系呢？第一个就是这位同学在问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当然内心里会是想要赚更多的利润跟钱，但是呢，他的脑袋就会告诉他说，可是大家都赚10%，我怎么可以赚20%、30%？这个呢，其实就有牵扯到刚刚我们讲的对赚钱这件事情有罪恶性。第二个，他内心的潜意识觉得自己不够那个价值卖这个金额。但我们把定价这件事情再抓出来到我们的生活上来看的话，这其实也是对自我价值的怀疑。一个对自我价值非常认识跟有自信的人呢，在商品的定价策略上一定也是不会有犹豫的。我们再从定价策略拉回到自我价值的部分，这个自我价值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举例来说，当你想要找一份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梦寐以求的工作，你是要第一个先去了解这个工作的内容在做什么，然后第二个去理解说要做这份工作需要哪些技能，然后第三个这个公司的经营理念跟方向是什么。当理解了这些需求之后呢，你是不是才可以去消化这份工作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资格跟价值去符合这份工作的职缺。自我价值跟自信其实也是非常有关系的。一个知道自己价值在哪里的人，他绝对会有自信，因为他理解自己掌握了什么样的优点跟特长。那一个没自信的人呢，通常都会认为自己没有价值。如果你找不到你的自我价值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你没办法认清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环境，适合什么样的工作，适合什么样的人生。如果你对于自己的自我价值并不理解，这一点会深深的影响你的生活，甚至你的人生，而且它也会阻碍你去追求你想要的目标。讲到这里，你可以理解自我价值的重要性了吗？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一起找到你的美好人生。最重要的，我们要怎么提升我们的自我价值？第一点就是自我认识，你必须要很清楚的认识自己，你才知道自己掌握什么东西，才可以对自我价值有自信心。那这个自我认识是什么东西呢？你必须去理解你的优点、你的缺点，还有你的价值观，跟你会什么东西，跟你的技能。越了解自己，你越能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我们要怎么去了解自己呢？这边提供2个方法。第一个，你可以每天写日记，在写日记的过程中，你可以去习惯跟自己的内心做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你会更深的去了解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然后第2个方法就是冥想，每天找个时间静下来，把脑袋里面的想法通通清空。当你平静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想法。第2点呢，就是增加价值。要怎么样增加你的价值呢？当我们做好第1点自我认识之后呢，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有哪些技能跟优点在。那我们去加深强化这件事情。比如说，如果我会画画，那我就继续去精修这件事情，把我的画画变得更专业。像是我可能原本只会素描，但我去把它继续学习，我可能会水彩，或者说我可能会油画，就是把你原有的技能继续去深入，让它变得更专业。还有一种方法呢，可以透过去帮助别人，比如说在网络上社群里面呢，看到有人有提问，你可以去帮助他，或者是可以去做一些慈善的活动，去帮助别人。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因为对方的需求被你所满足了，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满足对方的需求，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自信心。
然后从而去认识到原来我自己有价值，因为我有价值，所以我可以给予这件事情。要怎么提高自信呢？你可以把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设定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当我们在完成目标的时候，会生成一个成就感，成就感会增加自信心。透过一次又一次的目标达成，跟一次一次的自信心累积，我们的自信就会越来越好。那在完成这些小目标的同时呢，你也要多去接受挑战。因为你接受挑战，当你成功完成这个挑战之后呢，成就感也促使你可以增加你的自信心。还有一个方法是肯定句，你可以透过每天的一些肯定句，像是我今天是最美的，我今天工作做得好棒。当你每天这样肯定自己的时候，它就会一点一点的累积，增加你的自信心，同时你也可以发现你的价值。希望你可以透过今天我分享的方法，去增加你的自信心，还有你的自我价值。不要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一起找到我们的完美人生吧。我是 Judy。